来要讲的是跟受训有关的事情。我现在先小小的讲一下，就是打包行李，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中东航空很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他们会提供你免费住宿，对，免费住宿跟免费的交通接驳车。所以呢，你真的要打包的基本上就是你的衣服、你的一些你知道鞋子这些，我等一下再讲好了。好，现在回归受训。所以呢，受训呢，我个人是还蛮享受受训的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受训是全英文上课，那这边先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卡达航空虽然是在卡达，在中东，但这边有80%的人口都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那卡达航空这间公司呢，我必须说有一半以上都是印度人，所以呢 ，maybe 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的就是印度式的英文。所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受训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的老师基本上很可能会有印度人，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欧洲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中东国家的人，像是摩洛哥人、新加坡人也会有，亚洲人都会有，菲律宾人这样子，但主要大多数还是印度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是印度人。I had a crush on him， 他真的太可爱了，就是非常像爸爸，就是关爱大家，然后加上就是长得也还不错。我怎么会说印度人长得还不错呢？我觉得可能是当你到一个环境中，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然后呢有一些特别梳妆特别的好的，你就觉得哇好帅哦。如果在台湾，我应该不会看印度人吧，我应该不会对印度人有兴趣吧。那好，受训它其实分成早上班跟下午班。那早上班它的时间呢，我那个时候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是早上班。下午班的话，它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那基本上你的受训的期间就是一个礼拜有7天，那你可能就是either 受训5天休息2天，或者是受训6天休息1天。我那个时候是受训6天，然后加上1天的休假时间这样子。那这样就维持了大概将近要1个多月，快2个月。受训的内容主要分成 SCP 就是safety 就是跟你的要认识飞机的一些机型啊，然后怎么去就是 operate 飞机的门，然后你遇到了紧急状况，你要怎么去做一个逃生的指令，这样这就是 SCP 的 training。那第二个 training 就是 First Aid training。First Aid 就是跟那个医疗有关，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在长途航班里面有乘客会流鼻血，乘客会晕倒，乘客会就是糖尿病发作，乘客会突然就是心悸，然后乘客会心脏病发，任何的状况，那 First Aid 基本上就是在教你这一些就是非常非常 basic 的怎么去做应对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 ditching 的 training。那 ditching 基本上只有1天 ，ditching 就是航空用词，那就是说，飞机有时候可能就是你知道就要迫降。那迫降呢有2种方式 ，either 一个迫降在地面上，一个迫降在水里面。那迫降在水里面的就是 ditching。对，那有一天公司会带你到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中心。里面有飞机跟水游泳池，然后教你怎么做 ditching 的训练，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 firefighting 的训练，就是有一天，让你知道怎么当一个打火兄弟，因为你知道在飞机上的时候，可能你在加热餐点的时候，可能那个 oven 会着火，或者是说乘客他们可能有时候手机啊，就是充电的时候太久，然后就产生一些你知道电池太热，然后就开始冒烟或者是起火花，这样这就是 firefighting 他们会教你的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CRM training。那 CRM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忘记它全部的它本名是什么，可是 CRM 它就有点像是教你怎么去做沟通。CRM 这个怎么做沟通，基本上他们说要学这一堂课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间很多员工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航空公司，然后呢，加上机长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能用英文做交流。那当然就是 CRM 他会跟你讲到，会是说，你在做交流的时候，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会遇到哪一些通病，然后或者是说你在飞机上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就是太认真专注于自己的勤务，然后可能忽略掉了一些紧急案件这样子。那这就是 CRM 会跟你带过的一些内容。
对，那基本上受训就是受训这一些。我必须说最难的，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 first aid， 因为本身我在从小到大，我最怕的就是 biology， 就是跟生物啊、化学有关。那其实 first aid 它基本上就是跟你讲很多药名，然后跟你说，就是像如果有人流鼻血了，你要怎么去帮他舒缓他的症状这样子。那基本上你在这个 first aid 学的不能是你自己的就是 home remedy， 你家里的人怎么教你，这不是，你必须用公司的方式去在飞机上就是做 first aid 的一个急救方式，因为你在飞机上所做的急救方式如果没有照着公司教你的流程走的话呢，公司它是如果遇到了什么状况上了法庭，基本上公司是无法帮你背书的，所以这就是 first aid 对我来讲最困难的地方。我现在改用我的 iPhone 录，因为我刚刚我的相机太热，它自己就关机。卡达航空应该说目前所有的航空对航空业有兴趣的话，应该都知道说，飞机制造商就是有2大龙头，基本上第一个是波音公司，然后第二个就是 Airbus 空巴。那卡达航空它目前飞的机型非常的多，对一间航空公司来说用这么多的飞机。哎，我不知道，我只能摇头而已。所以基本上我刚刚会摇头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那时候2019年刚加入的时候，这间公司它只飞波音跟空巴。那波音它是飞787、777，空巴呢，它的机型有380、330、350跟320、321。光空巴就5种机型，然后波音就是2种机型，787跟777。在我2021年重新加入卡达航空之后，他们那时候有一阵子因为跟空巴是上法庭吵架嘛，卡达航空吵输了。你想，就是跟人家吵架，卡达航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人，然后他竟然还就是你知道，就是打输官司 ，shameful。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卡达航空他们就开始跟别家航空公司借飞机来飞。那别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卡达航空有自己的330，可是别家航空也有自己的330飞机。那这个330的飞机都是从空巴制造的，但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像是座位的一些安排，跟他们所在飞机里面一些紧急的逃生用品也会不太一样。然后呢，包含就是空服员常用的一些那个 oven， 那个 oven 的中文是什么？oven 我忘记了 oven。的设计都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非常的荣幸，我就被选中要再去额外做别家航空公司的受训。那额外的受训就是跟 Oman Air， 那 Oman Air 也是中东这边的其中一个小小的航空公司。那就是因为我们公司跟他们的公司借飞机，然后还有跟他们的公司借机长使用，所以呢，我必须再去额外受训1个月，在 Oman Air 的飞机上面。就是执勤，可是我还是隶属于卡达航空公司的员工这样子。那就是那时候那一阵子非常的 chaotic。他们的原因，他们说是因为 FIFA 的原因，他们必须要跟人家借飞机，但我们都可以知道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小小的 heads up， 就是他们在 SEP 的时候，你会有最先你在受训的时候，你会有就是 basic fleet。那我们讲的 basic fleet 就是你基本所有人都会飞的飞机的机型，那就是波音777、波音787、空巴320，跟以前有空巴321，但现在应该没有321了。那你在整体受训完之后呢，基本上你会开始有你的那个3个月的试用期嘛，3个月还是6个月之後我忘记了，他们就会帮你转机型，意思就是说，你除了 basic fleet 以外呢，你 either 会被分配到多一个就是你的 competency， 你会被就是分配到你是要飞空巴380的机型，或者是你会飞空巴330加350的机型，那就是2条路你不能选，你就是看他们帮你安排什么。但当然，如果你就是有非常喜欢的飞机，像有些人喜欢在超大的大型巨鸟里面飞，那就是380的话，那你就可以跟公司就是你知道。要求说拜托给我380的受训这样子，如果你不幸被安排到330、350的受训，但跟大家讲，我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反正呢，卡达航空说他们预计要全面停飞380的飞机，
因为380太大只了，可能 maybe 在就是一个公司的财务上做考量的话，它的经济成本跟它所可以赚到的利润来讲，飞380其实不是一件对公司来讲说是一件好事，所以他们说他们准备想要全面的，就是让380的飞机退休，所以 maybe 以后大家只会飞空巴330跟350。受训完之后就是 congratulations， 你准备要开始起飞了。在起飞之前呢，公司会帮你安排量你的制服，然后给你行李箱跟你的登机箱，还有一个女生会有一个小包包，男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那你的飞行生活主要领班表嘛，一个月领班表。那你的班表的组成就是会有 standby 待命班、turnaround 来回班、layover 过夜班。那卡达航空，我必须先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间公司它的 layover 就是过夜班，它的过夜时数越来的少。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是一个很无感的人啊。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很任劳任怨的人，就是 OK， 反正我就是赚钱嘛 ，whatever。可是心里还是会有小小的一点点生气，因为 layover 以别家航空公司，你跟别家航空公司做相比，没有人会让你的 layover 时间这么少的。什么叫少呢？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layover 基本上至少24个小时 layover 吧，就是你在外站就是你在别的国家睡觉过夜，别的国家的饭店睡觉过夜，至少24个小时吧。可是呢，这家航空公司它可以给你从24个小时的 layover， 到今年它把你缩短成12个小时、18个小时。Excuse me， 而且那18个小时代表是你飞机一落地之后，你就是12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像我有一次我飞雅加达，就是在印尼雅加达，以往都是20几个小时，但今年跟去年他就把你缩短成18还是15个小时。基本上我到饭店，我就是洗完澡，然后吃个东西，睡个6到7个小时，马上起来又要上班了。他们缩短 layover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缩短 layover 给你的钱 allowance。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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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